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还在黄土大地上面，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里有很多窑洞，这里已经不是陕北，而是属于山西的黄土大地。经常有这样说法：地上文物看山西，地下文物看陕西。那么陕西我们走了，今天开始就来山西转一转。尽管说这里全部都是窑洞，但是这里可不简单。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村里面，听说有好几个大地主的院落，所以呢，今天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山西的历史、山西的文化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些大山上面的地主大院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山西的历史。这边也算是属于黄土高原。最近带大家看一看山西神奇的地方，了解一下山西的历史。这是一个山西的小山村里面，离黄河其实也很近。看看这个画面，这些房屋都是比较有历史的。这里叫李家山，现在也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。看这些房屋上面那个屋脊啊，都算是历史，跟陕北米脂的李自成行宫很相像，就顶部那些。这个村落感觉也是在一个悬崖上面，你看，这个是通水的，以前可能一个小型的瀑布。这里叫做李家山村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是当时著名画家吴冠中一生的3大发现之一。这个村落是坐落在一个山上面，这座山叫做凤凰山。这个村落如果远观，在空中看，有点像凤凰展翅。里面的建筑主要是以明清时期的窑洞为主，整体它这个窑洞呈阶梯形状，总共大概是11层，坡度是70度，从山底一直建到山顶，一气呵成，所以形成了地底村落。因为黄土高原土层结构是易崩塌嘛，雨水冲刷而导致的山体滑坡是经常有的，所以这个李家村修有水沟啊，排水的落差有30米到40米，就是防止塌方嘛。这个村落它设计不像我们城市一样的要对称要规划，而它这里不一样，它是因山建的，就跟武当山不破坏山体的结构，山是怎么样的就怎么建，所以呢它就是绕来绕去，该转的就转，整体构思既宽松又严密。整个村落呢达到了在古代来讲稀松的可以跑马，而密的地方呢插不进针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宽松的地方很宽松，窄的地方呢非常窄。同时这些窑洞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，它整体要搭配的就是地主大院，砖雕木刻做工非常精细，听说里面有200多年的建筑都有。看到这里有很多缸没有，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一般我们说缸是储存东西的，在黄土高原，缸还有一种作用，储存水的。因为在以前没有自来水，黄土高原喝水的话，都要从井或者其他地方去挑。那自然家里储水的话，就靠这些缸，挺大的。那么在很多农村现在还保留了一些大缸，比方说储存水，还有放米，都是这些。下面这里就是排水的，从上到下落差有40米左右，一直都有这样的排水的沟。然后这个窑洞从这里上去呢，就是一层一层，总共是11层，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黄土高原的布达拉宫，这是一种夸大型的说法，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的精致，这个地方的美丽。在这个村落，路和排水其实是合一的。你看，从上面如果下暴雨的话，这个水就排下去了。因为黄土高原、黄土地，如果碰到下大雨，就很容易塌方，所以他们就排水系统做好了，就让个水啊不会一直进入到土地里面去。这些就是通往山顶的一些步道。那当年这个地方住的人也不少，这里写了10道，东财主、西财主，就是说这里以前有好几个财主、地主。这个建筑
真的是非常精美。那这里就是层次感出来了，这种台阶上去，在这里是叫做食道，基本是连接着整个村落。那这个村落是怎么存在的呢？我们来说一下。我们现在买东西，物流快递必不可少。那么他们就是属于明清的快递员居住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以前黄河上游就是在古代是能通航的，我们现在看到黄河是不通航。那么黄河到了七口这里，那就没法通航，就是七口这里慢慢就发展成了一个商贸重镇。那当时西北的地方货运呢，顺着黄河一直下来，就到达七口。那不能通行怎么办？那货物就要存放在七口这个小镇，再进入到陕西、进入到太原这些地方。那么当时这个货物变成陆运的话，就要有人去运送、去输送，那自然就诞生了物流快递，就是相当于那些驮运的，用马、用很多马车去驮、去运。那当时七口那里住不下，那么这些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，因为这里离七口小镇还是不远嘛，所以呢，这个村就慢慢这样诞生了。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快递员的，我们说的前辈之乡。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个这样缸，那么有可能以前他们这个村落做快递员，条件好了，那就开始做生意。估计有些人就是贩卖这些缸的。你看这里还有好多，整个村落都有这些缸，不知道是这里附近建造的，还是他们贩卖回来。我们就上去。那么快递员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做得好还是可以的。你看现在的快递公司多么大，生意多么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他快递员有些人就发家致富了。发家致富，那自然就要盖房子嘛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有东财主、西财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像对面那些，都是比较宏伟、比较大的一些窑洞。这里是一层，上面又是一层。我们通过这个石道走上去，去那个财主大院看一下。这里层次感挺强的。这里是一个地主大院的门口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展示的，像这个上面有一些雕刻，麒麟送子，就是说地主家里要求也想法是家里多子多福，所以呢就雕刻了。在陕北、黄土高原还有山西很多地方都有麒麟送子。旁边呢还有个财神，就相当于家里呢财产越来越多，人丁兴旺，一个麒麟送子，一个财神。那继续往里面看，这两边这个东西有意思啊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乌龟的背、乌龟的头、乌龟的尾巴。这个我们经常说摸摸赑屃头，万事不用愁，在这里也同样能够摸摸乌龟头，万事不用愁。那么这个门非常有意思啊。我们经常说成家要门当户对，你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就不成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上面这个是户对，下面这个是门当，门当户对。那在古代其实呢，它在这里是显示你家里的财产、家里的条件多不多，是不是官员。你这个门当户对越多，就证明你家里的财产地位是越高。那这个铺手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是敲门，就跟我们现在门铃一样的。但是这个铺手下面这个就非常奇特，这个是牡丹花，这个是什么？元宝，圆圆满满。然后这里是门钉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边5个，两边10个，十全十美。那这个地主的腰带，从这个地方也能够展示这个地主家里，他这个门楼这里装修的这么豪华，显示他家里很有财。其实在这个李家村呢，刚好相反。我们一般说很多地主大院，他都把家里的门楼这里修的比较简单，而里面是搞得富丽堂皇，就是相当于低调。而这个财主呢，他呢相当于就是说不低调，
我要让别人觉得我家里很富有。其实如果打开门，它里面是非常简陋的。所以呢，他这里就相当于做了表面功夫，让别人觉得他很厉害，其实恰恰相反。所以说，一来到山西，我们就发现，在一个小山村，一个小的地主大院，就能看到这么多雕刻的东西，这么多有含义的东西，证明山西地上文物不简单了。门当户对，十全十美。我们再看一下顶部，这里有点像什么？8个蛾子，八方来财，就是它主人在那个墙壁上面有那个财神，在这里呢又是相当于那个八方来财。他一直要求他家里呢要条件很好，要财富很多，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，表面功夫做得再好，内在不行，还是真的不行。看一下整个这个地方。被称为是一个窑洞村，其实可以说是别墅村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大的院落，就是当年这一个村落的人呢，都是通过那些运送货物、做快递、做物流发家致富的。那从而在这里建造了一大批的房屋。刚才我们在那边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每家一个小院落，几孔窑洞。1层、2层、3层，层层下去。那边应该也是地主大院。同时，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奇特的地方，你家的屋顶是我家的院子，很明显的看到窑洞，那里面呢应该是屋顶，但是呢这里又是一个院落，就是屋顶院落相当于是一起的。你看这里也是最明显，下面一排窑洞，那里面呢可能有5、6米深。那么这个顶部就是院落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些房屋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：看似楼房不是楼，是楼非楼也叫楼。你看看，全部窑洞，又有屋顶，所以呢看起来呢不是楼房，但是也可以说是楼房。它这里的窑洞跟我们传统的窑洞有区别，有些是直接挖在那个黄土地里面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相当于是在盖了一个房屋，然后上面铺了一层土，这种就是新式窑洞。所以这里才会说嘛，看似楼房不是楼，是楼非楼也叫楼，就是这个总结的，很有意思吧？你看上面就是典型的了，那里像楼房，但下面这些呢又不像，但是呢又可以称作是。这个村落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是上个世纪著名画家吴冠中来到这里，被这个村落吸引，并且在这里做了一幅画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这个李家村是他一生的3大发现之一。在这里做的那一幅画，最后拍卖价达到2700万。后面这个村落被大家熟知，慢慢的发展起来，游客也越来越多。当时那一幅画的背景就是这些窑洞。本来我想参观一下这个村落的那些地主大院，但是普遍都关门了，进不去，有点可惜。你想前方这个也就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已经窑洞式布局的房屋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漂亮？